长泽兄既然不能为我江氏所用，那便对不起了。江丰绵手指挥了挥，江家的弟子纷纷拔剑围在二人周边。江丰绵，你什么意思？藏色杏眼充满怒火，厉声问道。江丰绵看了一眼藏色，笑了一声，长泽兄，你可知这蟒蛇从来没有为祸一方，亦没有食人，这畜生自己修炼成精，开了灵智。本是极为聪明的二人瞬间明白了其中关键，难怪蟒蛇不杀他们，是为了不造杀孽。而江丰绵此刻的出现更是告诉他们，这是针对他们的生死局。江丰绵，那个中年人是你安排的。江丰绵干脆地答应道，没错，不用担心你们的孩子，我会好好照顾的。藏色捂着伤口，声嘶力竭地喊道，眼里满是无尽的怒意，混蛋！你敢对阿英怎么样，我杀了你！藏色，你先顾好自己吧。江丰绵冷冷地看着藏色，眸中丝毫没有传闻的爱慕，只有无尽的冷意。送二位侠士上路。是。两人本就已是精疲力尽，又被众人围攻，二人最终丧身于剑下。随着魏长泽的闭幕，画面也随之暗了下去。魏婴浑身颤抖，拼命地捂住嘴不让自己哭，只能发出呜的声音。豆大的泪水从眼眶滑落，自己这些年究竟干了什么？啊呀呀呀呀呀呀！怨，无尽的怨，怨自己为人子不孝，怨自己的天真，怨自己贪图安逸。魏婴终是忍不住大喊了出来，似乎是感应到魏婴的怨气，不夜天无数的白骨从地下爬出，一排排无序地站立着，随时准备攻击。乱葬岗上的白骨也纷纷朝不夜天伫立，等待着他们的王归来。仙门百家惊恐地发现家族周围站满了白骨尸体，没有攻击，但也充满了诡异、害怕。夷陵老祖，是夷陵老祖！快召集各位家主抵抗！快！金灵台，金光瑶俯身在金光善耳边。父亲，炼尸场暴动，数位鬼修反噬暴毙。金光善看着下面正在跳舞的婢女，手中的杯子瞬间碎成渣渣，将桌上的东西砸向众人。滚！全都给我滚！云梦、江澄看着下人一脸惊恐的模样，不耐烦地甩了甩鞭子，恶狠狠地盯着不夜天方向，也不知在和谁说话。魏无羡，你个白眼狼！魏冕看着不夜天城中的白骨，止不住地大笑起来，大手一挥，一些灵气诡异地钻进了草木中，空间快速地扭曲了一下，便恢复如初。魏冕大笑起来，与魏婴竟有8-9分相似，神清气爽地说道，魔障终于除了，接下来就看我老头子了。魏贤也该过来了。魏冕估摸了时间，再发泄长一些，怕是会入魔，于是踩着时间回到了房间，强劲的右手牢牢地按住魏婴的肩膀，源源不断的灵力输入魏婴的体内，疏导着体内暴走的怨气。魏婴赤红的眼不一会便恢复了正常，眼泪跟不要钱似的啪啪往下砸。魏冕叹了口气，扯过魏婴的身子，把他的脸捂在自己心头。孩子，哭吧，爷爷在这，哭出来就好了。魏婴被人硬抱住，僵硬了一下，红着眼，似乎终于意识到自己不是一个人，便抱着魏冕嚎啕大哭，要把这些年的委屈全都哭了出来。哭了约莫1刻钟，魏婴似乎也意识到了自己的窘态，嗓子竟然哭哑了。看着魏冕肩头的衣服已经湿了，不好意思地红了脸。魏冕自身倒是无所谓，毕竟这么大的孙子疼还来不及。魏冕轻轻拍了拍魏婴的头，语重心长地说道，阿英，我考你。啊！魏一脸哭包，英没想到自家爷爷竟然临时出考题。你爹你娘出事，何为因，何为果？魏婴本就是十分聪明的一个人，看了爹娘的经历，哪能不清楚事情始末，哑着嗓子说，爹娘不愿待在江家是为因，可不愿待在江家，江叔、江宗主为何非要赶尽杀绝？阿英不明白。魏冕摇了摇头，自家孙自然是十分聪明的，但从没接触过宗主教育的魏婴哪能想那么深呢？此事江家想要你爹娘站立是因，你爹娘离开江氏，江家的名声战力便一落千丈，客卿纷纷离开。一旦其他家族接受了他二人，你爹娘心思纯净，自然是不会多想，可难保有新人利用啊。那时候江家将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，更有可能沦为三流世家。一宗之主不仅仅只是保护自己辖区的百姓，
更要目光长远，保护并强大自己的家族。江家赌不起，所以只能先下手为强。而你将会是他们的重要转折点，你的天赋不用多说，你爹你娘多厉害。魏冕似在感叹，眼里划过一丝仇恨，继而恢复平静，慢慢给魏婴分析着，江家不计前嫌，收留故人之子，狠狠赚了一波名声。当外界都传言你为家仆之子后，你便不会再对父母身份质疑，江家在不知情的人眼里变成了侠义之士，而其他知情人士也不会因为两个已故之人和4大家族之一的江家产生隔阂。他们对你一根棒子一颗红枣，希望你成为他们家的死士。不管你最后有没有如他们所愿，江家稳赚不赔，手段也确实厉害。我若不来，恐怕你到死都要为他们效忠。魏冕忍不住哼了哼，主意打到我魏家，打得一手好算盘，害怕沦为三流世家，我便让他世家都当不了。阿英，此事不要再参与，你与江家因果已断。爷爷，魏婴没料到会被爷爷堵住，可一想到对自己挺好的诗江姑娘，整个人便陷入了迷茫。于夫人的谩骂，江宗主和江姑娘的安慰，谁真谁假？